是夜空，你是银河，终于完整了。当有你来唱和，再多苦涩，我有把握笑着。都晓得这声躯壳，一切终将干涸。趁着我还有记忆，我想大声地说。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的过客，有过感动的片刻，我比谁都深刻。可能你永远不懂得你对我多独特，唯有你才是真的。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，懂你的喜怒，加上我的爱了，一直唱着唱着。郑强！啊！抓紧！抓紧！开！李经理！抓紧！是的。这，李正玉小姐，法政组的化验证实，在案发现场找到的一组指纹和血迹，是属于林木生的。警方已经把林木生列为枪杀案嫌疑人。我希望你能配合警方，详尽地提供有关林木生的资料，让我们早日将他绳之以法。姐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啦，你去忙吧。那我帮你叫车。他真的没有联络你？你去看我的口供吧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你们如果怀疑我知情不报还是什么的，就告我吧。你不用帮我叫车了，我自己搭巴士。姐。老妈，可以走啦。小心。花草街上有个咖啡档口，地点挺不错的，就是租金贵了一点。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？我们总不能老是占着李小姑的店啊。当初她是因为同情我们，才把空着的店让我们做生意。这一做也好几年了，每个月又只收那么一点租金。糟糕，怎么了？你看我竟然忘了把钱带走了。你坐在这里等我啊。哦。
你干嘛走来这里呀？你不是叫你不要理他吗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他是谁啊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你去那边干嘛？我被他的琴声吸引啊。你呀，真的是很没有用，人家乱吹一通就把你给吸引过去了。他没胡乱吹一通，他吹得很好啊。你还说无缘无故吹什么口琴啊？肯定啊是不安好心。他到底是谁？就是昨天来我们的店里啊，胡言乱语的那个小子啊。烈奶多。没证据就说人家下药、企图迷奸什么的，那个叫诽谤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告你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太过分了，告什么告？欠打是骂。哇，要打人啊！我好害怕。又诽谤又打人，真是有好戏看。你们要证据是吗？他们3个就是人证。他们能证明什么？就凭一句引开他们，别让他们发现，就能证明是我们下药？对啊，你以为警察是笨蛋？警察当然不是笨蛋，所以他们会查看闭路电视，会问工作人员，会找德士司机。他们已经拿了德士司机的资料，也知道你们当时要带我们去本莱斯的酒店。昨天早上我和佳慧去医院验血，真相很快就可以大白啦。医生说24小时内吃了什么药，都能查出来。看来你们没有什么诚意要道歉。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你们等着上法庭，等着上头条新闻吧。对了，六，你不是刚拿到奖学金，等着出国读书吗？还有陶咪，你申请到工作，听说薪水很不错的，对吗？祝你们好运。佳慧，我们走。梅根，好。我真诚的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也真诚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迟来的道歉，被逼急的道歉，谁相信你们有诚意啊？那你想怎样？我要你们用行动来证明你们的诚意。你说2个家伙会不会跑掉啊？不会的啦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们这种叫恶人没胆，这样被李真廷随便吓一吓，脚就软了。也对，刚才我看他们脸青纯白，没有想到那小美这样厉害，不愧是小美的女儿。哎，刘木，你说是不是？周某，人都走啊，你还在演啊？回来了。木森哥，他们陪我们又没1000呢。你们这么讲义气，叫你们出来助阵，你们就出来，我们不能没有表示。我要教会请客，请你还有你吃饭。我嘞？没你的份。为什么？我只是叫你们出来摆个样子就好，你开什么口啊？幸好你没有动手打人啊，要不然就破坏我的计划啦。你们要吃什么？什么都行。我们去吃火锅啊，火锅好。都说没有你的份啦。看你这么可怜，好啦，算你一份。真的？真的哈。
喂，你堂哥怎么了？不用理他，他每次这样来爱哭。木森哥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啦，木森哥，等一下啦。林佳慧，你从小就善良，容易相信别人，长大了一样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说，交朋友要很小心，很小心的。我知道了啦。你跟那个李真婷呢，不要交朋友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什么？那晚的事不能怪真婷，不怪他，怪谁啊？那晚你差点就被那个男的。怪我。我喜欢刘。当他说要帮我庆祝生日的时候，我很开心。然后他知道真婷的生日跟我差几天，就叫我连真婷一起带去卡拉 OK， 给他一个 surprise。真婷本来不想去的，我怕刘不高兴，所以就硬拉他跟我一起去。原来你是自己送上门的。你没有看电视吗？有些男的就是这么贱，知道你喜欢他，就以为可以随便乱来。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嘛。真婷也没有怪我，他还说他比我精明。没有发现他们在搞鬼，是他没有照顾好我。真婷还说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他说的没有错啊，你没有看到刚才他们有多么的嚣张啊！要不是我忍着啊，早就给他们一人一拳了。所以你不拜真婷啊？我要鱼丸、猪肝、腐皮，还有快速面。木森哥、建志哥，你们要吃什么？芋头、白菜、白饭，随便。那我要鱼片、豆腐，还有午餐肉。都说尽管点了，怎么点来点去都是点那些便宜的啊？来一份黑猪肉、和牛、鱼瓢、龙虾，就这样。哎，这些都很贵嘞。又不是吃不起。真婷会不会点太多啦？不会啊，他们很饿嘛。尤其是他们两个，老是盯着我看，怎么想把我吃掉啊？喂，如果你们要追真婷的话，你们要排队哦。真婷有很多人追啦。不用白费力气啦，就算排队也别有他们两个的份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要嫁的是有钱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错，我知道，她要嫁给有情人。更错。什么有情人啊，那么老土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有钱就有情，没钱就没情。哎，可是你说你不要嫁给有钱人呢？什么叫做有钱？100万算有钱吗？算了，哎，100万呢？我做50年工作都存不到啊！不是吧？你做了50年都存不到100万？对啦，哎，你们懂100万有几个零吗？大哥，你知道百万富翁满街都是啊？是没？是啊。你买间主屋就花了50万，买一辆小汽车花了10万，100万一下子就花完啦。难道你要嫁给千万富翁啊？千万富翁也不算什么啊，我要嫁的是超级富豪。怎么样才算是超级富豪啊？超级富豪就是花100万买颗钻石，眼睛眨也不眨；花1000万买栋公寓，眉头皱也不皱；投资亏了1亿，心跳也不会增加一下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林佳慧，吃完饭不要跟这个人做朋友了。我看他这个人啊，越看越危险，绝交。绝交啊！我危险。绝交！哎，来哇，坐在那边，我来教那个。金条哥真的很好笑，他唱那些老跳牙的歌，什么小小鸟。他从小就是跟阿妈一起听歌的啊，当然是听老歌啊。可是他唱的很难听。他不会相信的，他以为自己是歌王。歌王！哦，干嘛？没事了。没事。干嘛会这样？谁打的？是刘刚倒密啊？不是，
是我妈。我那晚没有回家，她就冲着我臭骂，我忍不住顶了她几句，她就对我又念又打。你干嘛顶嘴啊？她骂我是妓女啊，我忍得住吗？太毒了吧！你妈也真是的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还打成这个样子。你又不知道我妈是怎样的人。哎，真的希望可以早点离开这个家，早点找到工作，早点找到男朋友，然后赶快嫁人。嫁给什么人啊？跟李珍婷一样，嫁给超级富豪？不是，我不像珍婷那么漂亮，没有她聪明。我只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我爱和爱我的人，一起过好日子。不过不用是超级富豪啦。那你眼睛睁大一点啊！如果找到像刘那样的男孩子啊，将来等着的啊，不是好日子，而是惨日子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没有大眼识人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有喜欢的男孩子，一定要先让我看，我说 OK， 你们才可以交往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什么？我是你哥，我不关心你，谁关心你？知道了啦。知道，我是认真的。有没有朋友可以介绍给我？有啊，歌王。啊，我不要。我是一只小小熊。哎，现在才回来啊？到底看档？拿钱做什么？又想去赌啊？什么赌？这钱是我的，关你什么事 ？Supplier 明天就来催账了，欠了3个月，你还想不想开档了？干嘛？这个钱我要还给大耳窿的，不还他，他砍死我。钱是你自己借的，被砍死你活该。好，你准备收尸吧。站住！有什么了？拿去。钱不要乱放啊！我的沙爹好了吗？你叫的是20只鸡啊？对。很快的，5分钟啊。你真的叫金条啊 ？Go bar。Go bar。Go bar。这就是珍婷，很巧哎，他们家的咖啡档就在这里附近。这个骗子！你干嘛？跟我走！走啊！我真心的向你们道歉。迟来的道歉，被逼急的道歉，谁相信你们有纯良？我看他这个人啊，越看越危险，绝交啊！我危险。珍婷很多人追的，你们要排队哦。不用浪费力气啦，就算排队也没有他们2个的份。我要嫁的是超级富豪。怎么样才算是超级富豪？超级富豪就是花100万买颗钻石，眼睛眨也不眨；花1000万买栋公寓，眉头皱也不皱；投资亏了1亿，心跳也不会增加一下。懂你的喜怒，加上我的爱了一次。真宇啊，你去几杯，再让我来就行了。哦。喊地。老板娘，照旧。你要什么？照旧，老板娘。照旧什么我不记得。我要单单刷冰，他要狗逼炼奶多。老大，你要我讲几次啊？我们没有空啊！哎，我们不是机器人，1个月没有休息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不干了。什么 contract 啊？
我没有签过什么 contract，OK？、踢你屁股啦！不发威把我当病猫。安迪，2块2。小美心情今天好像不是很好，啊，平时看到我都会笑眯眯的，我还没开口，她就会说照旧啊。今天怎么冷冰冰啊？是你，我怎么啊？是你弄到小美冷冰冰的。我记得建志有跟我说，你2天前来小美咖啡大闹啊。怎么大闹啊？我是提醒他不要让他的女儿嫁给那个什么？什么？渣男。安迪，哎 ，George， 你来啦！哎，子女 ，George 来了。啊，我特地请了半天假，想带郑丽去植物园走走。好啊，好啊，子女去吧，去吧。来，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啊？我叫郑婷过来就行啦。珍婷在上课。哎呀，我一个人就行啦，难得就要请半天假。来，乖，去吧。嗯。哎，George，你等一下哦，喝杯咖啡吗？啊，不用，谢谢你。郑玉，快一点啦！你还生我的气，都是我不好。那天我太心急了，冒犯了你。后来还说了一些气话，伤了你的心。也难怪你不接我的电话。郑玉，我不是存心的，我很后悔，很自责。我发誓，再也不会这样对你了。我能自己走。那好，你小心。来，小心啊，小心小心，这里。来，慢慢来。小心头啊，头。我帮你。走了啊。等我一下。Hello， 听到吗？你没搞错，我刚送我最近 servicing 车子怎么了？哎，是天意啊，连老天都不让你跟他一起走。烈奶多，跟我走吧。你干什么？被他发现就真的走不了了。小心点。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天意不让你跟他一起走，所以就让他的车爆胎了。什么天意？是你干的吧？没错，是我干的，一前一后。无赖！对付渣男当然要耍赖啊！你不要渣男渣男的叫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渣男，他配不上你的。为什么不配？他年轻，是个大学生，也有个工资很高的工作。但是他不是好人。好人坏人是你说了算吗？他条件那么好，也没有嫌弃我是个瞎眼的，没有计较我只是个平凡的咖啡妹。所以你就感激不尽，不管他是坏蛋还是渣男也没关系，无所谓是吧？重点是，你爱他吗？啊？不爱对吧？我知道啊，因为刚才我看到他要牵你的手，你不让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自作聪明。再说我爱不爱谁关你什么事啦？当然关我的事啊！因为我喜欢你。哇，妈，太残忍了吧！哇，喂，你没事吧？喂，练奶多，练奶多，练奶多。我在找 Blaster。你没事吧？我在找 Blaster 啊。流血了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无影棍打人的？那你慢慢找吧。打了人就一走了之啊？你上次还有给我 blaster 的。上次是我误伤你，这次呢是你自找的。说出心里话还挨打，真的是没有天理。口花花的还说什么天理啊？什么口花花？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跟女生说我喜欢你，还以为你会感动流泪。反正我听一次就打一次。哦，我喜欢你。哇，我喜欢你。哦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啊！你不要再说了，臭蛋！什么臭蛋啊？我说你臭蛋了，臭死了！喂，去哪里啊？你没有 blaster， 至少给我滴血吗？你不要再骗人啦！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流血。你不相信啊？你摸一摸。有吗？真的流血了？当然是真的啊，骗你干嘛？你帮我。你不要太过分啊！我刚刚帮轮胎动手术，我手很脏，怕我感染啊。Please。坐下来吗？好。爱上你的执着，变成离开的理由。我们是怎么了？命运竟是在恨的第三者，又能如何？我努力的守着。李真美。什么？你不是叫做李真美吗？我叫真玉，李真玉。但我觉得李真美比较适合你，因为你真的很美。看你还敢不敢乱说话？他来了。真玉，快点。人家说啊，寡妇最骚了，果然没错。你看那小美就是个骚寡妇啊！你们别看她一本正经的，到了床上
不知道有多放荡的。你不用吹了啦。是啊，你们不信，我给你们看看，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拍下来的，脱光光3点进入哦。哇，快给我们看，是，快点来看。啊，只给你们看一眼，眼睛睁大点，眨眼看不到，那不关我的。哎，干嘛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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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，要。老板娘啊，哎，这个家伙在外面乱喷口水，他说你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什么啦？还不放手？是不是我告你？哎，放手！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他说我什么？他说什么寡妇最骚，小美是个骚寡妇。他还说你假正经，在床上很放荡。不是在说你啊！我没有骗你，还有拍你的照片，脱光光的3点精肉。什么时候拍的？混蛋，你真的有拍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，我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你不是那种照片啦。哎，我只是拍他在档口泡咖啡、烤面包的照片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。那你为什么说脱光光？我开玩笑不行啊！不行，你破坏我的名誉，没经过我同意就拍我的照片，我不能这样就算了。我为什么要你同意啊？这里是公共地方，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说我破坏你名誉，去告我啦！我儿子是律师，我打官司不用钱的。呀，爸爸呀，我打也是不用钱的。炼奶多，炼奶多，炼奶多。这里是哪里？你听到吗？听到什么？你要静下来嘛，老怕我带你去卖，怎么听得到声音啊？你要静下心来听。人家说人死后呢会到天上去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哇，那我们就真的是臭味相投喽。谁跟你臭味相投了？不是啦，是心有灵犀。少废话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真美。如果天上真的有一座城堡，你想要看到谁啊？我爸爸。你爸爸？我爸爸在我14岁那年就走了。他是位德士司机。那一天，他像平常日子一样出去工作。在他离开之前，他告诉我，老爸今天下午回来接你去看医生。我爸爸一直相信我眼睛是可以治好的，所以到处帮我找医生，不管是西医、中医，还是说是有法力的神医，不管多远，他都会带我去看。可是那天，他并没有回来。他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跑车撞上了，还没送到医院就走了。所以，如果天空有城堡，
我相信我爸爸就在那。你呢？你希望看到谁？我爸、我妈，还有妹妹。那年我10岁，我爸开着车，载我们一家人去怡保探望我的外公跟外婆。车子摇摇晃晃的，我半路就睡着了。但是，我睡醒的时候呢，我已经不在车上，而是在病房里。原来我昏迷了3天3夜。意外是怎么发生的，我都没有印象。当时，我不管我看到谁，无论是医生、护士、送餐的、清洁的，我都会问他们，我爸爸妈妈和妹妹呢？但他们都不敢跟我说实话。后来我大伯来接我回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再也看不到爸妈和妹妹了。电奶多，你当时一定很难过。难过，我当然难过啊。但是我忍着不哭，因为男孩子要 steady， 不可以哭的。所以我就找东西发泄，乱踢球，踢破人家的窗口，找人打架，闹到警察都到我们的家。我大伯母本来就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不断的惹事呢，她就更讨厌我。昨天是我妹妹的生日，也是意外发生的日子。所以你昨晚是在想念他们？嗯。这个口琴是我妹妹送给我的，她小我2岁。但比我懂事。当时我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找到的，口琴就放在礼物盒里，上面有一张卡片，写着：“哥哥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”我们的生日相隔1个星期，他来不及把这个口琴送给我，我也没有借问他。我不会吹口琴，干嘛送我口琴啊？可能他冥冥中感觉会离开你，所以想要用琴声来安慰你。也许是为了思念吧。你真美，我爸爸和妹妹跟你爸爸已经在天空的城堡成了好朋友了。伟豪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妈，这个家伙一直在盯着你。你不要胡说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儿子，皮得很啊。你儿子很 Q 啊。快跟人家道歉。喂，啊，这是你的。多少钱啊？哦，不用，我请你的。哦。还有啊，刚才那家伙，听说他以前是混帮派的，你以后要小心一点啊。哦。吃吧。这个
个小坏蛋，刚才人家恩哥帮了我啊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哦，thank you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。哎，老板，谢谢。啊，好，哎，麻烦你帮忙一下，这个等下pass给我 friend， 他名字叫 Louis。一下子就到了。来，thank you 啊。叫卢一手。对，谢谢你。好 ，OK。我是一只小小鸟。刘木啊，我觉得我今天走狗屎运呢。我知道啦，你说800多次啦，小美对你回眉一笑嘛。啊，对，我觉得小美那一笑啊，带给我好运呢。哎，我忘了是回什么眉笑啊？回眸一笑，不是回眉。回眸一笑。刘木，什么啦？你有看过50块没？我知道你有看过50块，你有没有拿过50块的小费？谁这么大手笔？刚才那 customer， 哎，打给建志，今晚吃宵夜我请客。我先去小便。哦，等一下有一个人叫 Louis 的来拿，你交给他。什么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喂，来。周末里面是什么？我哪里知道？谁给你的？那个给我50块钱的 customer。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你随便拿，没死过啊。那50块肯定会害死你。那 Louis 可能是毒贩，也有可能是警方的卧底。如果里面是毒品啊，你就完蛋了，你分分钟当人家替死鬼。哎，你不要吓我，我什么都不懂哎。警察会相信吗？法官会相信吗？我刚才有点尿急，你讲到像哦，我真的像尿出来了。给我忍着。你去哪里？自己等我。哎。我的天空，许多云还是星空，你都错过。我的笑容